我陪周耀祖熬过最穷的3年，他说等自己端上铁饭碗，就风风光光来娶我。可他刚考上县化肥厂，就攀上了厂长侄女，说他将来要进城分楼房，当体面工人。而我这个农村丫头只会拖他的后腿。爹娘听了，第一反应不是替我撑腰，而是逼我去周家认错。只因周家给的300块彩礼，早被他们花得一分不剩。全村人都以为我会乖乖去求周耀祖娶我，可他们没想到。我转身就在供销社门口拦下了村里的傻子，当着周耀祖和他新欢的面，我只问了傻子一句话：你要不要老婆？没人知道，我不是一时赌气，而是被他们一步步逼到了这一步。我刚被周耀祖退婚，一进家门，爹就拍着桌子指着我大吼：你今天就是跪着也得去周家把这门亲事给我求回来！我妈红着眼圈，连拉带拽的把我往外拖。你这死丫头怎么这么倔呀？周耀祖现在考上了县化肥厂，端的是铁饭碗，马上就能拿农转非指标，还能在县城分楼房。人家现在是工人，嫌弃你个农村户口怎么了？你过去低个头认个错，说以后结了婚啥都听他的，这亲事还能成？我一把甩开我妈的手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屋子急红了眼的家人。妈，退亲是周耀祖提的，他说他马上就是城里人了，我一个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村姑带出去丢他的脸，他想攀高枝，我不拦着。但让我去给他磕头认错，不可能。周家给了咱家300块彩礼，现在退亲，钱得退回去。咱家哪来的钱？你这不是断我的活路吗？300块钱能在村里盖2间大瓦房了。周耀祖考上工人前，他家穷得叮当响，这300块彩礼还是我这几年在生产队起早贪黑赚工分，帮他家干农活省下来的。现在他领略龙门了，转头就把我一脚踹了。彩礼钱，我自己想办法还。我扔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刚走到镇上的供销社门口，我就听见了一阵刺耳的笑声。我顿住脚步。哎呦，耀祖啊，你看看这料子，曼丽穿上多好看！到底是城里姑娘，这身段，这气质，沈秋燕那个野丫头哪能比得上？周耀祖一抬头，正好看见了我，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后立马换上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嫌弃表情。哟，这不是秋燕吗？怎么还不死心，跑来镇上堵我家了？周围买东西的街坊邻居瞬间全围了过来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秋燕啊，不是我心狠，咱们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我以后是要在县城里开大会做报告的，你连报纸都看不懂，咱们没有共同语言。我劝你赶紧把彩礼退了，回村找个种地的老实嫁了吧。张曼丽捂着嘴娇笑了一声。这就是你那个农村的前未婚妻啊？长得倒是还行，就是这身上一股子土腥味儿，熏死人了。眼神里满是鄙夷。你别生气，我早跟他划清界限了。周耀祖急忙转头去哄张曼丽，听见没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我看着周耀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你放心，你的彩礼我一分不少退给你。至于我嫁给谁，不用你操心。我嫁给谁都比嫁给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强。你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个被我退了亲的破鞋，村里哪个不长眼的敢要！就在这时，人群外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脚步声。我转头看去，是陆大山，他肩上扛着2大袋沉甸甸的化肥，额头侧面有一道深深的疤痕，眼神直愣愣的，看起来有些木讷。村里人都叫他闷葫芦，说他脑子有病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拨开人群，径直走到陆大山面前。陆大山停下脚步，愣愣地看着我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陆大山，你要不要老婆？陆大山呆住了，他似乎没听懂我的话，只是愣愣地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我凑近了一步，我问你，敢不敢现在回家拿户口本，跟我去领证？人群轰的一声炸开了锅。被退亲，受刺激了。竟然要嫁给陆家那个傻子！我的老天爷，陆大山脑子都坏了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，他图啥啊？周耀祖在后面放肆的大笑起来。你为了气我，连这种傻大个都肯嫁，你真是自甘堕落啊！陆大山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旁边嘲笑我的周耀祖，他猛地将肩膀上的2袋化肥扔在地上，露出一个憨厚又无比认真的笑容。哟，秋燕，等我回家拿本本。看着他狂奔的背影，我眼眶一热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带着满头大汗，手里紧紧攥着户口本的陆大山回了娘家。刚进院子，我爸一茶缸就砸了过来。你就算不嫁周耀祖，也不能找这么个脑子有坑的傻子！你让我们老沈家的脸往哪搁？
我哥也冲上来，一把推在陆大山宽厚的胸膛上，结果陆大山纹丝不动，我哥倒退了2步。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傻子，还想娶我妹妹，做梦！陆大山被我哥推了一把，也不恼，只是像一堵墙一样严严实实的挡在我面前。这是怎么孽啊！那陆大山家穷的连耗子都不进，你嫁过去不是去讨饭吗？妈，哥，彩礼我自己想办法。今天就算被你们打死，我也嫁定他。300块，你拿什么出？我出。陆大山看娘田桂香大步流星地跨进了院子，他走到我身边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然后从贴身的内兜里掏出一个被红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。他当着我全家人的面，一层层解开红布，里面是一沓厚厚的、皱巴巴的大团结，还有几张零碎的毛票。这是300块钱，1分不少。这镯子是我陆家祖传的，今天就传给秋燕了。我知道你们嫌弃我家大山，但我告诉你们，我田桂香就算砸锅卖铁去卖血，也绝不让我儿媳妇受半点委屈。进了我陆家的门，秋燕就是我亲闺女。我看着手腕上那只沉甸甸的银镯子，再看着婆婆那张饱经风霜却坚毅无比的脸，眼泪终于没忍住，吧嗒一下掉了下来。我转头看向陆大山，他正傻傻地看着我笑，伸手想帮我擦眼泪，又怕自己手上的泥弄脏我的脸，只能急得在自己的旧背心上使劲搓手。看着他额头那道疤，我的心狠狠揪了一下。村里人都笑他木讷，笑他脑子有病，可我知道他这病是怎么来的。那是8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下河洗衣服，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里，是陆大山连衣服都没脱就跳下水救我。水流太急，他为了把我推上岸，自己的头狠狠撞在了河里的暗礁上。等我叫来村里人把他捞上来的时候，他满头是血，高烧了3天3夜。从那以后，他就落下了病根，变得木讷寡言，反应也比常人慢半拍。我的命是他给的，现在我用我这辈子来还他，值了。3天后是个宜嫁娶的好日子，巧的是周耀祖和张曼丽也在这一天办喜事。陆大山已经撑着一把大黑伞走了过来，他裤腿挽到小腿，鞋上全是泥，却在我面前背过身，稳稳蹲下。媳妇儿，陆烂，我背你回家。我鼻子一酸，撑着伞趴上他的背。陆大山的背很宽，像一堵厚厚的墙，他拖着我的腿站起来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泥水溅湿了他的裤腿，打脏了他的鞋，可我身上一点泥星子都没沾。路边有村民撑着伞看热闹。陆家这也太寒酸了，成亲连个车都没有。前头周耀祖可是骑摩托接亲，这沈秋燕倒好，让人背回去。陆大山没吭声，只是把背挺得更直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托声。周耀祖穿着崭新的皮夹克，骑着一辆偏3轮。张曼丽坐在挎斗里，穿着红裙子，撑着碎花伞。她故意放慢了车速。哟，陆家就这么接你啊？连辆自行车都没有，还得让这个傻大个背？人家乡下人兴许就喜欢这样，泥腿子配泥路，正合适。看见没？这才叫体面。你当初要是乖乖低头认错，今天坐在这车上的人，说不定就是你。我趴在陆大山背上，冷冷看着他。路这么烂，你还是先管好你那铁疙瘩吧，别一会儿栽进沟里。周耀祖脸一沉，猛地一拧油门，3轮轰的一声冲了出去。可车身猛地一歪，后轮在泥里疯狂打滑，泥浆一下甩起半人高，全溅在张曼丽身上。周耀祖慌了，跳下车去推，结果脚下一滑，坐进泥坑里。村民先是一惊，随后全笑开了。周耀祖脸色铁青，从泥里爬起来，见我干干净净趴在陆大山背上，顿时恼羞成怒。你以为嫁给这个傻子就能过好日子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乡下野丫头也就只能和傻子过一辈子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立刻爆发哄堂大笑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刚要骂回去，陆大山却突然停住了，先把我轻轻放到路边一块干净石头上，又把伞塞进我手里。等他转过身时，死死地盯着周耀祖。周耀祖被他盯得后退半步，还嘴硬。你看什么看？她就是我不要的女人，你捡了破烂还当宝了？话音刚落，陆大山大步冲过去，一把揪住了周耀祖的衣领，单手把他从泥坑边提了起来。你干什么？我可是国家工人。陆大山没理他，只是缓缓握紧拳头，他死死盯着周耀祖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再骂我媳妇儿，打死你！周围安静了，谁也没想到，平时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陆大山，发起狠来这么吓人。不骂了，大山哥，我不骂了。陆大山冷冷看他一眼，把他扔回泥坑，然后
他转身走回我面前，重新蹲下。媳妇儿，回家。我趴上他的背，轻轻搂住他的脖子。陆大山背着我，一步一步踩过烂泥路，走得又稳又直。陆家的瓦房里点着一堆细细的红蜡烛。陆大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局促不安地坐在床沿上，他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，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看着他这副憨直的模样，忍不住觉得好笑。大山，你抬起头来。他听话地抬起头，眼神亮晶晶的。我问你，今天为什么要去打周耀祖？他骂你，谁骂你我就打谁。我心里一暖，走过去，坐在他身边。大山，咱们今天结婚了，以后就是两口子。第一，以后家里的钱我管，行不行？行，我都给媳妇儿。第二，你不爱说话没关系，但别人欺负咱们，咱不能忍。家里的重活你干，动脑子的事儿我来，听我的，行不行？行，我力气大，我干活，听媳妇儿的。他咧开嘴，笑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。我看着他额头上的疤，伸出手轻轻抚摸上去，他下意识地缩了一下，但马上又乖乖地停住，任由我摸着。大山，别人都说你木讷，说你傻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是全天下最有担当的男人。以后我疼你。听到这句话，陆大山的眼圈突然红了，他猛地伸出粗壮的双臂，一把将我紧紧抱进怀里。他的力气很大，勒得我有些疼，但我没有挣扎。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。媳妇儿，以后我护着你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我刚想抱紧他，他却像被什么烫到一样，猛地松开了手。下一秒，他踉跄着退到墙角，抱着膝盖缩成一团，浑身抖得厉害。红烛摇曳，破旧的瓦房里，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。我坐在床沿，看着缩在墙角、浑身发抖的陆大山，终于察觉到不对劲。大山，你过来。我拍了拍身边的铺盖，尽量把声音放柔和。大山双手死死抱着膝盖，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，他眼神惊恐地看着我，像只受惊的野兽。媳妇儿，我不。我叹了口气，主动走过去。大山，咱们都结婚了，这是两口子该办的事儿，你别怕，我教你。我的手刚碰到他的肩膀，他突然像触电一样猛地往后一缩，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土墙上。别打！别撕衣服！别撕衣服！血，好多血！我被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收回手。大山，你怎么了？谁打你了？我急忙去拉他的手，他却猛地推开我，连滚带爬地缩到了门背后的阴影里，死死咬着嘴唇，眼圈红得吓人，就是不肯再看我一眼。我爹坐在床上，心里一阵发紧。村里人都说他当年就我磕破了头，烧坏了脑子，所以木讷。可他刚才的反应根本不像是单纯的傻，他到底在怕什么？第二天一早，大山天没亮就去采石场上工了。我端着洗脸盆走到院子里，婆婆背对着我在井边洗衣服。我走过去，试探着开口：妈，大山昨晚没跟我睡一床。婆婆搓衣服的手猛地一顿，肥皂掉进了盆里，溅起一片水花。她慌乱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眼神躲闪，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大山他就是脑子转得慢，还没习惯。秋燕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给他点时间，慢慢就好了。妈，他昨晚一直喊别撕衣服，有血。他当年磕破头，是不是还发生了别的事儿？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嘴唇哆嗦了两下，眼底闪过一丝极度的痛苦和恐惧。婆婆突然拔高了音量，一把端起洗衣盆：“没有的事儿，你听他瞎咧咧。我去把衣服晾了。锅里给你留了2个白面馒头，你赶紧趁热吃。”看着婆婆落荒而逃的背影，我眉头紧锁，不对劲，婆婆肯定有事瞒着我，而且是一件连提都不敢提的大事。到了晌午，我肚子有些饿，便去厨房找吃的。掀开锅盖，里面温着2个白白胖胖的白面馒头，旁边还握着一小碟咸菜炒鸡蛋，是婆婆留给我的。这甚至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硬菜。我心里一暖，正准备拿馒头，却听到灶台后面的杂物堆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咯吱声。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探头一看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婆婆正躲在柴火垛后面，手里拿着一个黑乎乎、硬邦邦的窝头，正费力地往下咽。那窝头是用最劣质的高粱面掺着红薯渣做的，因为放得久了，上面甚至泛着一层绿绿的霉点。她嚼得极其费力，每咽一口都要伸长脖子，
喝一大口凉水才能顺下去。我猛地转头，拉开墙角那个平时用破布盖着的旧米缸，里面全是发了霉的粗粮，甚至还能看到几只黑色的米虫在里面爬。而另一个小瓦罐里装着不到2斤的白面，那是家里仅有的细粮，全被婆婆做成了馒头，留给了我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冲过去一把夺下她手里发霉的窝头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东西发霉了，吃了要死人的！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进来了？这没坏，拿火烤烤还能吃。妈胃口不好，吃不惯细粮。我把那枚窝头放下。家里有白面，凭什么我吃馒头，你吃发霉的红薯面？走，咱们一起吃白面。婆婆死死扒着门框，眼圈也红了。秋燕，咱们家穷，大山脑子又不清响，委屈你嫁过来。你年轻的养好身子，妈老了，半截身子入土的人吃什么不是吃？只要你和大山好好的，妈就算吃糠咽菜也高兴。我心酸的像被针扎一样。周家有钱，但周耀祖他妈只会算计我兜里的几个公分。陆家穷的叮当响，婆婆却把命都恨不得掏出来给我。我把白面馒头热了热，硬塞给婆婆吃了一个，自己胡乱扒拉了2口，便收拾了饭盒，准备去采石场给大山送饭。采石场在村东头，干的都是砸石头、扛大包的重体力活。我刚走到采石场外头的土坡上，沈秋燕真是个没福气的，好老公不要，嫁了个傻子，就算生了孩子，也说不定是傻子。我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，可只见一个人影冲了上去，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了过来，手里还拎着一把铁锹，啪的一声巨响，婆婆一铁锹拍在旁边的大石头上，火星子直冒，吓得那几个村妇浑身一哆嗦。谁再敢满嘴喷粪，老娘一铁锹劈了他！我儿媳妇好得很，是周家那个瘪犊子没福气。我们秋燕是金疙瘩，比你们这些只会嚼舌根的长舌婆强10000倍。再让我听见你们专派他，我半夜去点你们家柴火头。那几个村妇知道田桂香平时不声不响，但逼急了真敢拼命，顿时吓得缩了缩脖子，灰溜溜的散了。我看着婆婆单薄却强悍的背影，心里那股要搞钱的火烧得更旺了。我提着饭盒走进采石场找大山，刚绕过一个石堆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眦欲裂。大山光着膀子，肩膀上扛着一块少说有200斤重的大青石，正艰难地往拖拉机上走。粗糙的石头磨破了他的肩膀，血水混着汗水往下淌，他却一声不吭。而在拖拉机旁边，大山的亲大伯陆大强正翘着2郎腿，抽着大前门香烟。他是这个采石场的包工头。大山，放手！我冲过去，一把拖住石头的边缘，帮他卸下肩膀上的重担。媳妇儿，你咋来了？这里灰大，脏。我看着他肩膀上血肉模糊的伤口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我转头冷冷地盯着陆大强。大伯，今天结公子，大山的钱呢？陆大强斜了我一眼，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，从兜里掏出2张皱巴巴的钱，扔在地上。喏，4块，拿去买点肉吃吧。4块？村里壮雷力干一天是8块，大山一个人干了3个人的活，你给4块？秋燕啊，你刚进门不懂规矩，大山是个脑子有病的闷葫芦，有人肯要他干活就不错了。一个傻子，给口饭吃，饿不死就行了。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你放屁！我再也忍不住，一脚踹翻了陆大强面前放茶缸的小木桌，哐当一声，茶水泼了他一裤裆。臭娘们儿，你敢掀我桌子！陆大强猛地站起来，扬起手就要打我。别碰我媳妇儿！大山，我是你大伯，你敢打长辈？大山，松手！把他拉到我身后，我盯着陆大强，冷笑连连。大伯，你克扣亲侄子工钱的时候，想过自己是大伯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大的让整个采石场的人都能听见。陆大强，你少拿以前那套糊弄我！我告诉你，今年刚下了文件，强调按劳分配，严禁剥削劳动力。你故意克扣大山的工钱，这是破坏生产。陆大强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眼神有些慌乱。陆大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这是照顾自家亲戚。
是不是照顾？咱们去县里说理。我一把抓起地上的4块钱，拉着大山就走。我现在就去县劳动局，我都要看看你这个包工头还干不干得下去。哎，秋叶，你别冲动啊！陆大强彻底慌了，他这包工头是托了关系才当上的，要是真被举报上去查账，他得吃不了兜着走。他赶紧跑过来拦住我，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钱，数出20块塞进我手里，满脸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大伯跟你开玩笑呢，大山干活实在，这是20块，连着前2天的补上。你这丫头脾气咋这么暴啊？我一把抓过钱，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以后大山不干了，这采石场的活你留着自己干吧。说完，我拉着大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采石场。大山跟在我身后，看着我手里的20块钱，眼神里全是对我的崇拜。媳妇儿，你真厉害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既酸涩又坚定。大山，以后谁也别想再欺负你。回去的路上，路过供销社门口，周耀祖手里拿着一张巴掌大的票据，看见没？上海牌手表的票证，厂里刚发的，整个车间就2张，厂长专门批给我的。曼丽，走，哥带你去提表。张曼丽挽着他的胳膊，娇滴滴地说：“耀祖，你真厉害，戴上这表，你就是咱们县最气派的工人了。”周耀祖一转头，看见了我和大山，立马像闻到腥味的苍蝇一样凑了过来。来哟，这不是秋燕吗？怎么带着你家这个傻子逛街啊？他认识字吗？知道这叫啥吗？这叫手表票。大山，你会看时间吗？知道12点是1根针还是2根针吗？周围的人跟着哄笑起来。大山听不懂他们话里的弯弯绕，但他能感觉到周耀祖的恶意。他下意识地往前一步，挡在我身前。我拉住大山的手，冷眼看着周耀祖那副小丑做派。我摸了摸兜里那20块钱，又摸了摸自己出价前偷偷攒下的80块钱压箱底，那是我的全部身家。一张厂里发的分配票，就把你牛成这样。我嗤笑一声，拉着大山直接走进了供销社的百货大楼。我大步走到卖钟表的玻璃柜台前，指着柜台最中间摆在红丝绒垫子上的一块泛着荧光的机械表。售货员同志，把那块梅花牌全钢手表拿出来。我声音洪亮，周围瞬间安静了。周耀祖和张曼丽也愣住了，跟着走了进来。售货员是个大姐，狐疑地打量着我这身粗布衣裳。妹子，这可是瑞士进口的梅花表，不要票，但得要现钞120块呢。120块是一个普通工人小半年的工资。你买得起吗？就算把你卖了，也不值120。我没有理他，直接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一把钱。120现钞，包起来。我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售货员眼睛一亮，赶紧把钱收了，恭恭敬敬地把那块闪闪发光的表递给我。我转过身，当着周耀祖和所有人的面，拉起大山粗壮的手腕，将那块昂贵的进口手表稳稳地戴在了他的手腕上。大山，这表送你。大山看着手腕上的表，吓得一动不敢动，生怕碰坏了。我看着大山，声音清脆：“我的男人要戴表就戴进口。”周耀祖的脸色瞬间变成了猪肝色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肯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干干净净赚的钱轮不到你管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说完，我拉着还在发懵的大山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大步走出了供销社。回到家，我连口水都没喝，借了村长家的电话，打给了娘家嫂子。嫂子在县城的一个服装厂当临时工，我知道他们厂里最近在淘汰一批旧的脚踏缝纫机。嫂子，是我，秋燕。我捂着话筒，压低声音：“你们厂那批淘汰的缝纫机还能用吗？我想买2台。”秋燕，你疯了！一台旧的也要大几十块呢，你要缝纫机干嘛？我咬了咬牙，说出了我的计划。嫂子，你别管，你帮我留意着。现在城里人讲究穿衣打扮，供销社的衣服死板还贵。我手艺好，你帮我从厂里弄点边角料，或者要来点加工的活。我做好了，你帮我拿去县城夜市摆摊卖，赚了钱咱们5-5分。嫂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，最后咬牙答应了。行，秋燕，嫂子信你这手艺，我明天就去厂里给你问。挂了电话，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。晚上，我破天荒地煮了一锅白米饭，还把家里过年剩下的半斤腊肉拿出来，炒了一个蒜苔腊肉。肉香味飘满整个院子的时候，婆婆和大山都惊呆了。婆婆心疼地看着那盘肉，秋燕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咋吃这么好？我把满满一碗白米饭端到婆婆面前，又给大山加了最大的一块肉。妈，大山，从明天起，大山不去采石场干苦力了。
我要买2台缝纫机，咱们在家里搞服装加工。咱们干个体户。个体户，那可是要被人说闲话的，搞不好要被抓去的。妈，现在鼓励劳动致富，您信我，我一定能让咱们家顿顿吃白面，天天有肉吃。婆婆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眼眶又红了。她放下碗，一声不吭地走回里屋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拿出一把剪刀，把被褥子剪开了一个口子。她从棉絮深处掏出一个用塑料布包了里3层外3层的布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5毛1块的零钱。这是50块钱，是大山他爹当年死的时候生产队给的抚恤金。我一直没舍得动。秋燕，妈没本事，但妈信你。你拿去买缝纫机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把日子过起来。我看着那堆浸透了血汗的零钱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大山走到我身边，用宽厚的手掌笨拙地帮我擦眼泪。媳妇儿不哭，我踩缝纫机我力气大，我踩得快。他憨憨地说着，眼神却无比认真。缝纫机拉回村那天，半个村的人都跑来看热闹。秋燕，你这偏房漏雨，缝纫机金贵可不能淋着啊！我正发愁怎么修屋顶，院门外突然走进来几个人，是我爸和我哥，2人扛着梯子，拎着泥瓦刀，满头大汗的进来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我哥放下梯子，有些尴尬的搓了搓手。那啥，秋燕，你嫂子说你现在出息了，要自己单干。这偏房屋的屋顶，我和咱家给你翻修一下，保证一滴水都漏不进来。到底是老沈家的闺女，不能让外人看扁了。大山，过来搭把手和你。我爸没看我，粗声粗气地说。陆大山赶紧憨憨地应了一声，跑过去拎起水桶就开始和泥。不到2天，偏房焕然一新，墙面用石灰刷的雪白，2台缝纫机往那一摆，家庭作坊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。作坊刚开张没几天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那天我正坐在院子里洗脚，大门被人砰的一声推开。哎呦，秋燕啊，听说你瞎折腾，买了2台破机器，这穷得连耗子都不下蛋的地方，你还能捣鼓出金子来？我没搭理他，继续低头洗脚。他见我不吭声，越发得意了。秋燕，你也沾沾福气，免得跟着个傻子一辈子连个蛋都下不出来。说着，他假惺惺地抓起一把劣质的水果糖，就要往我脚盆里扔。我眼神一冷，猛地站起身，端起那盆洗脚水，毫不犹豫地迎头泼了过去。他尖叫起来：沈秋燕，你个小贱人，你敢泼我！我把空脸盆往地上一扔，冷笑出声：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院子穷，没茶水招待，只能请你喝洗脚水了。你要分楼房就回你家祖坟上报喜去，跑我这儿恶心谁呢？周母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。再敢满嘴喷粪，下次泼你脸上的就是滚开水，滚！这时候，陆大山听到动静从偏房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大剪刀，眼神凶狠地盯着周母。周母吓了一跳，连滚带爬地带着那几个村妇跑了，边跑边骂：你等着，我看你这破作坊能看几天！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冷哼一声。后来几天，我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，踩出了一批收腰衬衫和喇叭裤。周末傍晚，我带着大山用板车推着衣服去了县城最热闹的夜市。夜市上人声鼎沸，我找了个空地把衣服挂起来，然后让大山换上我专门给他做的一套衣服。大山个子高，肩膀宽，那件修身的衬衫穿在他身上，肌肉线条若隐若现，配上微喇的裤子，简直就是个活脱脱的画报模特。媳妇儿，这裤腿兜风凉飕飕的。别动，挺直腰板，站好就是帮我赚钱。果然，大山往那一站，瞬间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小伙子和姑娘的目光。一个烫着头的年轻小伙凑了过来：“姐，你这衬衫咋卖的？这收腰看着真精神。”我大声吆喝：“10块钱一件，我做的款式新。”躺着睡觉，水泄不通。就在我收钱收到手软的时候，人群突然被粗暴地推开，3个流里流气、穿着花衬衫的地痞走了过来。领头的那个嘴里叼着烟，手里拎着一根生锈的铁棍，一脚踹在我的板车上。懂不懂规矩？
在这摆摊交管理费了吗？领头的地痞吐了口唾沫，狠狠地盯着我手里那一摞钱。周围的顾客吓得纷纷后退，我心里一紧，把钱塞进兜里。什么管理费？我这是正当摆摊儿。老子说你有问题，你就有问题！地痞举起铁棍，指着我的鼻子。把今天的钱全交出来，不然老子砸了你的摊子！他话音刚落，一只粗壮的大手突然从旁边伸过来，一把死死攥住了那根铁棍。是大山，他挡在我身前，发出低沉的警告：滚！哟呵，哪来的傻大个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地痞用力抽了抽铁棍，竟然没抽动，他恼羞成怒。给我打！招呼另外2个同伙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刚想喊救命，大山双手握住那根实心的铁棍两端，伴随着他胳膊上青筋暴起，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嘎吱声中，那根拇指粗的铁棍竟然被他硬生生的徒手捏弯了。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陆大山随手把弯成废铁的棍子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那3个地痞，拳头捏得咔咔作响。那3个地痞吓得脸都白了。打谁？看怪物一样看着陆大山，连句狠话都没敢留，屁滚尿流的挤出人群跑了。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叫好声，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。靓女，你老公好身手啊！我是广州来的，姓刘。我刚才看了你这衬衫的走线版型，非常亮，比我们厂里流水线出来的还要好。刘老板，您有何指教？你这种货一天能做多少？我全包了。不仅如此，我可以给你提供南方的布料，你只管加工，做一件我给你1块钱的手工费。敢不敢接？敢！怎么不敢？我激动的声音都抖了，当场就和刘老板签了长期的供货合同。回村后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又雇了村里几个手脚麻利的媳妇帮忙。作坊里的缝纫机从早想到晚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到了年底，我成了村里第1个万元户。我找来施工队，把家里漏雨的破瓦房全部推倒，盖起了村里第1座宽敞明亮的大红砖瓦房。院子铺上了水泥地，还去县城买了一辆崭新的3轮摩托车，专门用来拉货。当大山开着那辆突突直响的3轮摩托车开进村里时，全村人的眼睛都绿了。跟我们家的红火比起来，周耀祖家却是一片愁云惨淡。听说周耀祖为了讨好那个城里媳妇张曼丽，硬是借了高利贷给她配齐了3转1响。可是县化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，农转非的指标迟迟批不下来，分楼房更是遥遥无期。张曼丽天天在家里闹，周耀祖被高利贷逼得连门都不敢出。大年30，我们一家3口坐在温暖的新瓦房里，桌上摆着热腾腾的猪肉白菜饺子，婆婆穿着我给她做的新棉袄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大山一口一个饺子，吃得满头大汗。妈，大山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媳妇儿辛苦了。就在这时，院子的大铁门突然被人砰砰砰的剧烈砸响。开门！陈秋燕，开门！大山放下筷子，眉头皱了起来。我按住他，自己走出去拉开了大门。门外站着10几个男人，手里拿着手电筒和木棍，领头的正是陆大强和大山的三叔陆三强。大过年的，大伯三叔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陆大强眼神贪婪地往我们院子里那辆3轮摩托车上瞟。秋燕啊，大伯今天来是代表咱们陆家宗族来跟你谈谈。你现在成了万元户，盖了新房，这都是咱们陆家的产业。大山是个傻子，他哪懂管钱？按照老规矩，这缝纫作坊和家里的存折得交由我们宗族来代管。我一针一线采出来的钱，凭什么给你们管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一个外姓女人，还想吞了我们陆家的绝户财！今天你要是不把存折交出来，我们就砸了你的作坊，把你赶出村去！吃绝户吃到我头上来了，我顺手抄起门后的铁锹。吃绝徒吃到我头上来了，不怕死，你们就往前迈一步试试！给我砸！陆大强一声令下，几个人就要往院子里冲。谁敢动我媳妇儿？他手里没拿棍子，而是直接从厨房里提了一把墨得锃亮的砍柴刀。他双眼通红，胸膛剧烈起伏，刀尖直指陆大强和陆三强，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一样咆哮：“滚出去！谁敢进我家，我砍死他！”陆大山平时木讷，但此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劲把所有人都镇住了。
大山，你疯了！我是你亲大伯。陆大强吓得连连后退，腿肚子都在打转。滚！陆大山往前逼近一步，一刀砍在大门框上。那群所谓来代管的宗族亲戚连滚带爬的逃进了风雪里。我赶紧抱住大山的手臂。大山没事了，坏人跑了。大山浑身发抖，紧紧抱住我，像个受委屈的孩子。这时候，婆婆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她看着那群人逃跑的方向，突然双腿一软，瘫坐在雪地里，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。婆婆哭得撕心裂肺。妈，你怎么了？秋叶啊！他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！婆婆死死抓着我的手，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。你以为他们是第一次来抢吗？不是啊！我心里一惊，隐隐猜到了什么。大山他爹死的那年，大山才5岁，他爹刚咽气，尸骨未寒，陆大强和陆三强就带着宗族的人冲进门。他们说大山是个傻子，顶立不起门户，硬生生把我们家那几亩好地、家里的粮食，甚至连喂猪的铁槽子都抢走了。他们这吃绝户啊！他们不给我们娘俩留一条活路。婆婆哭得快要喘不过气来。要不是当年村支书看我们可怜，硬是把这块破地基划给大山，我们娘俩早就饿死在路边了。我听得浑身发冷，愤怒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妈，大山到底是怎么变傻的？我死死盯着婆婆的眼睛。他真的是因为救我磕破了头吗？她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像看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画面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拼命摇头。不能说，说了大山就活不成了。大山听到这话，突然痛苦地捂住脑袋，蹲在雪地里发出了绝望的哀嚎。别打，有血，好多血！我看着崩溃的母子俩，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了一样。大山拿刀砍门框那股狠劲，还有婆婆那句没说完的半截话，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胸口。我把作坊的门反锁上，拉着大山进了里屋。大山，你看着我！我双手捧着他的脸，逼着他直视我的眼睛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我们结婚这么久了，你连碰都不敢碰我。你大伯三叔到底对你做过什么？大山浑身一僵，原本清澈的眼睛瞬间被恐惧填满。他猛地挣脱我的手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缩到炕角，双手死死抱住脑袋。他浑身抖得像筛糠，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呜咽。别撕衣服，血，好多血！冷汗顺着额头那道疤往下淌。我爬上炕，一把将他抱住，咬着牙继续逼问：谁流血了？谁撕衣服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报仇！大山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死死闭着眼睛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有下身的，有下身的死了！别看二山，别看！我听过这个名字，那是村里一个苦命的寡妇，就住在村头竹林边上。大概在10多年前，听说她半夜上吊自杀了。还没等我问清楚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作坊外头就出事了，院门被人一脚踹开。陆大强和陆三强带着几个穿着制服的工商局办事员，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。就是这家，同志，就是他，走自拍！我推开门走出去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同志，你们看，还雇人干活剥削咱们贫下中农，还私自去县城倒卖衣裳，这可是大罪呀！赶紧把他的机器都查封了，把人抓进去蹲大牢。哎呦，我就说他家的钱来路不正吧，完了，搞不好要判个10年8年的。同志，我们没干坏事啊，我们就是自己做点衣服。起开！人赃并获还敢狡辩，同志贴封条吧。几个办事员拿着封条就要往偏房门上贴。慢着！我大喝一声，直接走到那几个办事员面前。同志，你们查封我的作坊，凭什么？我腰杆挺得笔直，没有一丝慌乱。领头的办事员皱了皱眉。有人举报你无证经营，私自雇工，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。无证经营？你今天就是说破大天去，也得去吃牢饭。这作坊的机器，就当是赔给咱们陆家宗族的精神损失费了。我没搭理他，从堂屋的红木匣子里掏出一个相框，大步走回院子，直接举到那几个办事员面前。几位同志，麻烦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相框里
裱着一张盖着县政府鲜红大印的纸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“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”几个大字，经营者内栏端端正正地写着沈秋燕，领头的办事员满脸震惊。这是县长亲自批的001号执照。没错，今年刚下了文件，鼓励个体私用经济发展。这执照是县长亲自发给我的，说我是咱们县带头致富的标兵。我雇人干活，那是给乡亲们提供就业机会，我按章纳税，合法经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村姑怎么可能有执照？陆大强慌了神，伸手就要来抢。我毫不犹豫地抡圆了胳膊，一个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抽在陆大强的脸上。这一巴掌我用尽了全力，直接把他抽得原地转了半圈，嘴角瞬间流出血来。你敢打我？陆大强捂着脸，恼羞成怒的就要扑上来，啪！我又是一个反手，狠狠抽在旁边陆三强的脸上，打得他一个踉跄摔在地上。我指着他们的鼻子，厉声痛骂：“打的就是你们这两个，还敢来诬陷我！你们以为随便扣个帽子就能整死人吗？”陆家兄弟气疯了，爬起来就要跟我拼命。大山拎着一把大铁锹从偏房里冲了出来，谁敢动我媳妇，我拍碎他的脑袋！陆家兄弟吓得连连后退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我转头看向那几个办事员同志，他们恶意诬告，还带人上门寻衅滋事，这事儿你们管不管？办事员本来就被当枪使了，心里正窝火，一听这话，立刻走上前，一左一右按住了陆家兄弟。恶意诬告、寻衅滋事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哎，同志，误会啊，我们是亲戚啊！陆大强和陆三强杀猪般的嚎叫起来，办事员根本不听，把他们拖出了院子。人群散去，我关上大门，转头看向站在院子里的婆婆。婆婆看着陆家兄弟被抓走的方向，突然双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捂着脸放声大哭。老天爷开眼了，他们终于遭报应了。我走过去，把婆婆扶进屋里，大山也跟了进来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缩在门边。我给婆婆倒了杯热水。妈，现在他们进去了，没人能再欺负咱们。你告诉我，大山5岁那年，有霞婶子到底怎么了？婆婆端着水杯的手剧烈地颤抖着，水洒了一地。她抬起头，看着缩在门边的大山，浑浊的眼泪决堤般涌了出来。那是作孽呀，做大孽呀！大山他爹刚走没几天，陆大强和陆三强就把我们家抢空了。那天晚上，大山贪玩，跑到了村头有霞的院子里躲猫猫，钻进了有霞屋里的大衣柜里。有霞是个寡妇，长得俊，陆大强和陆三强早就盯上她了。那天半夜，他俩摸进了有霞的屋子，大山就躲在衣柜里，顺着门缝，他把什么都看见了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浑身的血液都凉了。他们把有霞的衣服撕烂了，有霞拼命反抗，他们就打她，打得满地都是血。婆婆捂着脸，泣不成声。大山才5岁呀，他就在衣柜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最亲的大伯和三叔变成了吃人的鬼。第二天，有霞就上吊了。我去有霞院子里找大山的时候，他还在那个衣柜里缩着，整个人都僵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浑身烫得像火弹一样。大山烧了3天3夜，等烧退了，他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木讷的样子。他不是傻呀，秋燕，他是被吓破了胆啊！我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到他面前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跪在地上，伸出双臂，不顾他的挣扎，死死地、紧紧地将他抱进怀里。媳妇儿，我怕血。别怕，大山，别怕。我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，眼泪浸湿了他的背心。坏人已经被抓走了，我不会流血，我也不会死，我会一辈子陪着你。我捧起他的脸，一点点吻去他眼角的泪水。大山，你听好，你不是傻子，你是这个世上最勇敢的男人。他们造的孽，不该用你的下半辈子来惩罚自己。大山愣愣地看着我，他伸出粗糙的大手。媳妇儿不哭。陆大强和陆三强被抓走后，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县城那边却下发了化肥厂改制的文件，厂里要精简人员。周耀祖因为平时好高骛远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不仅没分到楼房，
反而成了第一批下岗职工。周耀祖变成了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无业游民。听说他下岗后，天天在家里借酒浇愁。张曼丽受不了这落差，跟他大吵了一架，结果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肚子里的孩子直接没了。村里人都在传说周耀祖命不好，克子。那天我妈在县里医院碰见了他们，周耀祖为了推卸责任，在医院走廊里指着张曼丽骂：“都是你不小心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你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！”我妈一听这话，新仇旧恨全涌上来了。她冲过去，指着周耀祖的鼻子，破口大骂：“周耀祖，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你少在这往女人身上泼脏水！当初你推我家秋燕的亲，造谣说她生不了，现在你新媳妇儿也流产了，你还怪人家！”我妈冷笑一声，声音大得震耳朵。刚才我在医生办公室全听见了，人家医生说了，是你周耀祖精子存活率低，是个死精症，这辈子都别想生出健康的孩子。张曼丽嫌恶地甩开他的手，哭着跑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大山听。大山坐在炕沿上，静静地听着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憨笑，而是深深地看着我。他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：“媳妇儿。”我跌坐在他结实的大腿上，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大山低下头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颈上，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，眼神里没有了曾经的恐惧，只剩下浓浓的属于男人的渴望。媳妇儿，我好了，我不怕了，我想当你的男人。我眼眶一热，伸出双臂环住他的脖子，主动吻上了他的唇。1个月后，我早起时突然觉得一阵恶心，干呕不止。婆婆赶紧拉着我去了镇上的卫生院。拿到化验单的那一刻，我看着上面早孕2个字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婆婆更是高兴地在卫生院的走廊里就双手合十。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啊！我们陆家有后了。那天我正挺着大肚子在作坊里对账，我妈一阵风似的跑进院子，连气都喘不匀，拍着大腿就喊：“秋燕，大快人心啊！周家彻底塌天了。”妈，慢点说，周耀祖又做什么妖了？我妈猛灌了一口水，眼里全是解气。他作大死了！周耀祖下岗后，为了留住张曼丽那个城里女人，竟然偷偷跑回化肥厂，撬了财务室的保险柜，挪用了厂里整整2万块的公款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张曼玲早就跟一个来县城收山货的广州倒涛勾搭上了，她趁着周耀祖喝醉，把那2万块钱卷得一干二净，连夜坐着倒涛的3坦当跑去深圳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。厂里今天一早报了警，公安直接去周家抓的人，抓走的时候，周耀祖整个人都疯了，又哭又笑的。他算是彻底完了，不仅要坐牢，那2万块的窟窿，周家就是把房子卖了，把骨头熬成汤也赔不起。我听完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几个月后，我在镇上的卫生院顺顺利利地生下了一个7斤2两的胖闺女，取名叫囡囡。囡囡满月那天，我直接在村里包了20桌流水席。满月酒上，大山穿着我亲手给她做的高档西装，虽然还是不怎么爱说话，但整个人精神挺拔，像棵白杨树。她小心翼翼地抱着襁褓里的囡囡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逢人就说：“我闺女好看，随我媳妇儿。”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到了除夕夜，外头下着大雪，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。婆婆和大山在堂屋里逗着囡囡玩，我披了件大衣，去后院的作坊里盘点年前最后一批要发往广州的货。刚走进作坊，我就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味道，是汽油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轰的一声巨响，作坊窗外的火苗瞬间窜起2米多高，直接把整个后院照得通红。着火了，来人啊！我大喊一声，转身就往门外跑。可当我用力去拉作坊那扇厚重的大铁门时，却发现门被从外面死死锁住了。透过窗户的火光，我看到了一个人影站在门外，是周耀祖。他穿着一身破烂发臭的棉袄，头发像一团杂草，手里还拎着半桶汽油。沈秋燕，凭什么我成了过街老鼠，你却成了万元户？周耀祖把剩下的汽油全泼在铁门上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活。今天大年30，老子送你们全家上西天！
火势借着汽油，瞬间吞噬了整个偏房的屋顶，浓烟滚滚的往屋里灌。我被浓烟呛得剧烈咳嗽，拼命用身子撞击铁门。你疯了！杀人要偿命的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子反正要吃枪子儿了，拉你个万元户垫背值了。这时候，听到动静的大山从前院冲了过来。可当他看清眼前的火时，脚步猛地顿住了。他高大的身躯像被抽干了力气，痛苦地跪倒在雪地里。他死死抱住脑袋，浑身剧烈地痉挛着，喉咙里发出绝望的嘶吼：“别打！别撕衣服，有瞎婶子，流血了！我怕！你看你嫁的这个废物，一个吓破胆的傻子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你指望他救你？”你就乖乖在里面烧成灰吧！作坊里的温度越来越高，几台缝纫机已经烧了起来，横梁发出不堪重负的断裂声。我抓起案板上一把沉重的裁缝大铁剪子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砸碎了燃烧的玻璃窗。隔着熊熊烈火，我没有看周耀祖一眼，而是死死盯着跪在雪地里发抖的大山。大山，你抬起头看着我！大山浑身一震，透过指缝，惊恐地看向我。这火烧不死我，周耀祖也杀不死我。你是我的男人，是我的丈夫，给我站起来！你难道要当一辈子缩头乌龟，眼睁睁看着我死吗？站起来，大山！大山猛地从雪地里站了起来，他大步走向燃烧的作坊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周耀祖被大山吓得连连后退，一屁股跌坐在雪地里。大山根本没理他，径直走到那扇被大火烤得通红的大铁门前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他伸出那双粗壮的大手，死死抓住了滚烫的铁门栏杆。皮肉接触高温铁块的焦糊味瞬间弥漫开来，可大山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大山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狂吼，双臂猛地发力，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。那扇焊在墙里的厚重铁门，连同门轴上的红砖，竟然被他硬生生地连根拔起，徒手撕扯了下来。烧红的铁门被大山狠狠扔在雪地里，他脱下身上的棉袄，在雪地里滚了一圈，披在头上，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，一把将快要窒息的我死死护在怀里，大步流星地冲了出来。这时候，全村的人提着水桶，举着火把赶到了。大山双手满是烫伤的水泡，将我完好无损地护在身后。而周耀祖此刻正瘫软在泥雪交加的地上，他裤裆里的黄白之物混着泥水流了一地，吓得大小便失禁，连滚带爬地往外爬。怪我，他是怪我！纵火杀人，连畜生都不如！打死这个王八蛋！在全村人的唾骂声中，大山把棉袄裹在我身上，转过身，一步步走向周耀祖。他从地上捡起一根烧了一半的粗木棍。你碰我媳妇儿！大山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，却透着绝对的死刑宣告。大山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周耀祖吓得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拼命磕头。大山没有废话，高高举起手里的粗木棍，对着周耀祖的双腿狠狠砸了下去。咔嚓，木棍劈在一旁的雪地中，周耀祖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大山，够了，他废了，为了这种人脏了手不值得。大山手里的木棍掉在地上，他转过身，媳妇儿，我不怕了，我保护你了。周耀祖因为故意杀人未遂和挪用公款被判了无期徒刑，而大山虽然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正当防卫，免于刑事处罚，但除夕夜的大火却让他的后遗症彻底爆发。省里的专家说，他必须立刻去省城医院接受强制的封闭式心理干预治疗。大山被送上救护车那天，双手被束缚带绑着，我站在病房的玻璃窗外，看着他在里面痛苦的挣扎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把手贴在冰冷的玻璃上。大山，你治病，我搞钱。你一天不好，我等你一天；你一辈子不好，我养你一辈子。我沈秋烟说话算话，我等你回家。大山隔着玻璃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他慢慢安静下来，隔着玻璃将额头贴在了我的手心位置。大山走后，我把眼泪擦干，化悲愤为力量。婆婆成了我最坚强的后盾，她帮我带囡囡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拿着这几年攒下的所有积蓄，在镇子的支持下
承包了镇东头的一片荒地。我把家庭作坊彻底推翻，建起了宽敞的标准厂房，引进了几十台全新的电动缝纫机。秋燕服装加工厂正式挂牌那天，县长亲自来剪了彩。时间过得飞快，1年半后，我的服装厂已经接到了外贸订单，成了全县的纳税大户。这天下午，我接到了省城医院打来的电话。沈厂长，恭喜，陆大山的心理创已经彻底治愈，各项指标完全正常，他可以出院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连衣服都没换，开着厂里刚买的那辆黑色轿车，一路狂奔到了省城医院。当我把车停在医院大门外时，远远的我看到了大山，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笔挺的黑西裤，他的眼神清明深邃。看到我的车，他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。我推开车门，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已经一把将我紧紧拥入怀里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他低头吻在我的额头上，声音低沉而温柔。让你久等了。我把脸埋在他的胸膛里，泣不成声。回到村里的时候，正是4月天，院子里的那棵老梨树开满了漫天的白花。婆婆牵着已经会跑的囡囡站在门口。囡囡像个小炮弹一样扑进大山的怀里，大山一把将女儿高高举起，逗得囡囡咯咯直笑。他转过头，看着满眼泪花的婆婆：“妈，儿子不孝，让您操心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”一阵微风吹过，洁白的梨花瓣像雪一样飘落下来，落在我们的肩头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我用命换来又用命护着我的男人，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和慈祥的婆婆，我知道属于我们一家人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